老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一到，天上的烈日大太阳就跟火球一样，地下的热气拼命往上翻腾。我们人啊，就像被夹在天地这个大蒸笼之间蒸煮一样，心火特别旺，脾气特别燥，身体也容易虚，连家里的气场也容易跟着乱。但你知道吗？在易经风水来看，小暑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节气，它是一年之中天地间极阳与暗阴疯狂交锋的时刻。这个时候，如果你吃错东西，做错事情，不仅会把身体的元气给耗掉，还可能把家里的好运气、财运给直接冲散。今天我就把老祖宗留下来的小暑养生必杀秘籍毫无保留的教给你，只要你听懂了，照着做，就能帮你和家人稳住健康，下半年平平安安，顺风顺水。好，废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看这最致命的第一大禁忌，也就是大家每天都在做却不知道在玩命的事，贪凉灌冰水。这么热的天，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大哥和青年，从外面满头大汗，热到整身湿哒哒的回到家，一打开冰箱，看到里面透心凉的结冰水、冰啤酒，是不是马上就想拿出来，仰着脖子咕噜咕噜猛灌下去，一口气喝完，打个冷嗝，是不是觉得哇真爽，透心凉？你以为你是在解暑吗？错，大错特错，你这根本是在给自己下毒啊！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听好，这就是中医里最核心的阴阳智慧。夏天天气那么热，阳气全都在人的体表，你的皮肤发烫，浑身的毛孔全部都是张开的，在往外排汗散热。可是各位乡亲，你想想，你的肚子里呢？你的五脏六腑呢？这个时候反而是最虚寒的哦。这就好比我们以前乡下那种打地下水的古井，冬天你打上来的水是温热的，夏天你打上来的井水反而是冰凉刺骨的。人体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小暑这个时候，心火最旺，脾胃却最虚寒。你那一瓶结冰水哗的一下倒进胃里，等于是在冰天雪地里又泼了一盆冷水。你胃里那一丁点仅存的阳气，你那用来保命的命门之火，瞬间就被你浇灭了，寒气直接逼入骨髓，你的脾胃马上罢工，不仅消化不良，这股极寒之气还会逆流而上，逼迫心脏，这可是会出人命的哦。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例子，你听完就知道害怕了。我有个病人叫王大哥，今年58岁，在台北开小黄，是标准的运将大哥。王大哥这个人啊，干活拼命，为了多跑几趟车，多赚点钱，大中午最热的时候都在外面绕。去年小暑前后的那几天，天气闷热得像个大烤箱。下午2点多，王大哥刚送完一个去桃园机场的客人，回程正好遇到林口交流道路段大塞车，计程车的冷气开了好几年，冷媒也不够凉了，阳光隔着挡风玻璃直直地晒在他身上，他的衬衫早就被汗水湿透了，紧紧贴在后背上，黏糊糊的，整个人又热又渴又烦躁。好不容易熬出车阵，王大哥把车停在路边一家超商门口，他冲进去，一把拉开冰柜，拿了一瓶最大罐那种槟榔摊和超商最常见的冻得硬邦邦的结冰水，结完账连车门都没关，拧开瓶盖就往嘴里猛灌，咕噜咕噜，那冰冷的水顺着喉咙流进冒火的食道。王大哥当时心里就一个字，爽。他一口气喝了大半瓶，甚至还把剩下的冰水浇在毛巾上，狠狠地擦了擦脖子和脸。当时他觉得浑身的暑气都被压下去了，精神抖擞地继续开车。可是好景不长啊，到了傍晚收班回家，刚端起太太做好的晚饭，王大哥就觉得胃里一阵一阵的抽紧，像是有只手在里面疯狂的搅一样。他本来以为是饿过头了，扒了2口饭，结果哇的一声全吐了出来。到了半夜12点，真正的灾难来了。王大哥突然从床上疼得滚了下来，捂着肚子在地上缩成一团，冷汗顺着额头一直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太太吓坏了，赶紧叫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挂急诊。到了医院一查，不仅是严重的急性肠胃炎，连心电图都出现异常了。急诊室医生当时就指着王大哥骂，你是不要命了哦，大热天流整身汗还灌冰水，血管急剧收缩，你这差一点就引发心肌梗塞了你要是晚来半个小时，神仙也救不回来。王大哥躺在病床上吊着点滴，虚弱的连眼睛都睁不开。他太太在旁边一边哭一边念他，你赚那点辛苦钱都不够付医药费的，你要是倒下了，我们这个家可怎么办呢？各位乡亲朋友，你们想想王大哥当时那个悔恨啊，
就为了图那一时的痛快，差点把命给送了，这就叫因小失大。那一口冰水哪里是水，分明就是穿肠的毒药。所以听我一句劝，小暑前后，不管你在外面流了多大的汗，回到家千万不要碰冰的东西，真正能解渴能解暑的是温开水。你要是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就泡一点温热的陈皮茶，或者用生姜切片煮点红枣茶。生姜是温胃的，红枣是补血的。你在大夏天喝一点温热的姜茶，顺着毛孔把体内的寒湿之气逼出来，发一层薄薄的汗，那才是真正的通体舒畅，那才叫真正的养生顺天时。保护好你的脾胃，就是保住了你的后天之本，这才是最精明的算盘。各位，前面我们讲了吃冰的危害，那是在肠胃里下血。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二大禁忌，就是在体表招贼。什么贼？中医里有个词叫虚邪贼风。大家想一下，夏天天气热，很多人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把冷气打开，温度调到最低22度甚至20度，然后整个人就往出风口下面一站，或者直接躺在冷气房冰凉的大理石地板上。你觉得这样降温很快很舒服，对不对？可是你知不知道，你正在亲手把你全身上下防御疾病的大门统统向病魔敞开。老子中讲避风如避箭，夏天特别是小暑这个节气，阳气在外，你走在外面浑身的毛孔都是张开的，中医讲这就叫毛孔大开。这本来是身体为了排汗散热的自我保护机制，但是当你带着这一身张开的毛孔突然走进温度极低的冷气房，或者让冷风直接对着你的头和脚吹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那些冷气带着极寒的阴气，就像极其狡猾的小偷，完全不需要遇到任何抵抗，直接顺着你大开的毛孔钻进你的经络、肌肉，甚至直达骨髓。人的头部是诸阳之会，所有的阳经都在头上交汇。人的脚底有涌泉穴，是肾经的起始。冷风吹头，你的阳气直接被冰封，头痛欲裂；冷风吹脚，寒气顺着腿往上爬，伤的就是你的肾气和命门。这股贼风一旦进去，它可就出不来了，直接冻结你的气血。气血一凝滞，百病就丛生。光讲理论，大家可能觉得不痛不痒。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亲手看过的案例。这个故事里的主角，可能就像你我身边的长辈一样。有一位陈太太，65岁了，跟她40岁的儿子阿伟住在一起。阿伟非常孝顺，平时下班就回家陪妈妈。这原本是一个非常温馨和睦的家庭。陈太太呢，是典型的台湾传统妇女，特别爱干净，也特别节俭。平时在家里连电风扇都舍不得开，嫌电费贵非要把透天厝上上下下打扫得一尘不染才舒服。前年小暑那几天，天气闷热的出奇，一丝风都没有。陈太太在家里大扫除，拿着抹布跪在地上，把客厅的大理石地板擦得发亮。一通忙活下来，陈太太身上的衣服全湿透了，满脸通红，喘着粗气。阿伟刚好下班回家，一看妈妈热成这样，心疼得不得了，二话不说就把客厅的冷气打开了，风力开到最大。陈太太刚擦完地，觉得实在太累太热，心想大理石地板刚擦完，冰冰凉凉的，真舒服，于是直接就躺在了地板上休息。那冷气的风口好死不死就正对着她的头和脚来回扫。人在极度疲劳的时候是最没有防备的。陈太太听着冷气的呼呼声，竟然就在这冰凉的地板上睡着了。阿伟当时在厨房做饭，心想让妈妈凉快一下，睡个午觉也好，就没有去叫醒她。到了傍晚，阿伟把饭菜端上桌，去客厅叫妈妈吃饭。结果陈太太一爬起来，阿伟看了一眼，吓得魂飞魄散，手里的碗差点掉在地上。你猜怎么着？陈太太的半边脸完全垮了下来，嘴巴歪向了一边，眼睛一只大一只小，有一只眼睛根本闭不上。陈太太自己还没反应过来，她开口想问儿子怎么了，结果发现自己说话漏风，吐字完全不清楚，口水还不受控制的顺着歪掉的嘴角往下滴。阿伟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以为妈妈是中风了，冲过去紧紧握住陈太太的手。阿伟平时喜欢看一些玄学命理的书，他知道妈妈的手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神秘十字纹，都说有这种掌纹的人直觉准，有佛缘，一生都有老天爷和神明庇佑。可是那一刻阿伟握着妈妈的手，只觉得像握着一块冰。更可怕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他看到妈妈手腕的皮肤，尤其是手腕线那一圈，
竟然隐隐透着一股青紫色，这就是典型的寒气彻骨，气血彻底淤堵的象。你就算掌心里有再好的神秘十字纹，有再深的佛缘，你逆天而行，在毛孔全开的时候，躺在冰冷的地板上吹贼风，老天爷也救不了你啊！送到医院一查，万幸不是脑中风，而是急性周围性面神经麻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颜面神经失调、面瘫。西医说是病毒感染，但在我们中医看来，这就是极度的风寒入络，面部的阳明经、少阳经被那一顿猛烈的冷气和地板的寒气直接给冻死了，经络失去了气血的滋养，自然就瘫痪了。那大半年的时间，陈太太受了多少罪啊？每天要去中医诊所针灸，那么长的针一根一根扎在脸上、头上，痛得老人家直掉眼泪。每次吃饭，汤水都会顺着嘴角漏出来。陈太太本来是个爱体面的人，因为这个病变得自卑抑郁，连门都不敢出。阿伟更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他无数次的扇自己巴掌，我干嘛要开那个冷气啊？我干嘛不把妈妈扶到床上去睡啊？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就因为那一阵贪凉的冷风，瞬间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各位，听完这个故事，你还敢对着冷气直吹吗？小暑时节，天气确实热，我不是不让大家开冷气，老祖宗讲究中庸之道，凡事不能走极端。冷气可以开，但你必须要懂得规矩，温度绝对不能低于26度，这是人体感觉最舒适又不会伤阳气的温度。冷空气是往下沉的，风口绝对要朝上，千万不要让风对着人吹，尤其是你的头部、脖子后面的大椎穴，还有你的膝盖和脚踝，最后是保护好关节。中老年朋友就算在冷气房里，也一定要穿过稀的长裤，穿一双薄薄的棉袜，脚底一暖，全身的气血就能通畅。记住我的话，夏天流点汗，那是老天爷在帮你排毒，别为了贪图那一时的凉快，把贼风引进家门，伤了自己也苦了全家。各位，前面我们讲了吃冰、吹冷气伤的是我们的身体，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第三大禁忌，不仅伤身，更会直接烧掉你家里的风水，破你的财。这个禁忌就是小暑前后千万不能动怒发火。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心烦意乱，看什么都不顺眼，动不动就开始发脾气。大家以为这只是天气热导致的脾气暴躁，忍一忍就过去了，大错特错。中医里讲，夏气通于心，小暑这个时候是一年之中阳气最盛、天气最闷热的时候，我们体内的心火和肝火本身就在往上窜，这个时候你再发脾气，就等于是往一堆干柴上倒汽油，轰的一下，你的五脏六腑都被这股无名火给烧伤了。更严重的是什么？是易经和风水里的规矩。易经讲究和气生财，人体的气场和家里的磁场是息息相关的。当你暴跳如雷的时候，你身上散发出来的全部都是煞气，这股煞气一出来，你家里原本布置的再好的招财阵、聚宝盆，瞬间全部破功。财神爷最怕什么？最怕怨气和怒气。你一发火，财神爷转头就走，衰神马上就跟着进门。我给大家讲个发生在我们台湾本地的真事。我认识一个在迪化街做南北货批发生意的老板，叫阿旺叔，业务做得很大，今年50出头。阿旺叔这个人很信风水，他家客厅的正中央摆着一套很气派的传统实木沙发，旁边的神明桌上他还专门请高人布置了一个招财阵，里面放着金光闪闪的貔貅，周围堆满了金元宝和古铜钱，每天都要焚香打理，就盼着生意兴隆。阿旺叔是个孝子，平时把他70多岁的老母亲接在身边一起住。前年小暑那阵子，天气闷得像要下西北雨，连一丝风都没有。阿旺叔刚好遇到一批货卡在海关，急得满头大汗，坐在实木沙发上对着电话破口大骂，整个人的肝火已经烧到了头顶。这个时候，他的老母亲看着儿子满头大汗，心疼啊，就颤巍巍地端着一碗刚熬好放凉的绿豆汤，慢慢走到客厅，轻声细语地说：阿旺啊，天气热，你喝口汤降降火，再忙吧。本来是一片慈母心，结果阿旺叔当时正在气头上，看老母亲走过来打断他思考，那一股无名火直接爆发了。他眉头一皱，极其不耐烦的大手一挥，大吼一声：妈，你不要吵啦，没看我正在超烦吗？喝什么绿豆汤啦？这一挥手不要紧，刚好打在老母亲端着的碗上，哐当一声巨响，瓷碗摔在地上，砸了粉碎，甜腻的绿豆汤溅得到处都是。
直接泼在了神明桌上，把那些代表着财富的金元宝和古铜钱浇了个透心凉，黏糊糊的滚落一地。老母亲吓了一大跳，手足无措地蹲下去想捡碎瓷片，结果不小心划破了手指，鲜血直流。阿旺叔看到这一幕，不仅没觉得内疚，反而觉得老母亲是在添乱，继续骂骂咧咧。就在这个时候，阿旺叔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是他那个最大的客户打来的。客户在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冷冷地说：旺老板，我本来是打电话来确认那笔300万的订单的，但是我刚刚在电话里听到了你对你母亲大吼大叫，还摔了东西。我们做生意的讲究以诚待人，以孝为先，一个连自己老母亲都不能善待，控制不住脾气的人，我不放心把这么大的生意交给你，我们的合作取消吧。嘟嘟嘟，电话挂断了。阿旺叔瞬间像被雷劈中了一样，瘫坐在实木沙发上。你砸碎的哪里只是一碗绿豆汤，那可是老母亲满满的不舍与疼爱啊。他看着满地的碎瓷片，沾满甜汤的金元宝，还有老母亲流血大痱子，恨不得狠狠抽自己10几个嘴巴。你们看看，这就是发脾气的代价。那一碗砸碎的绿豆汤，砸掉的是300万的订单啊。很多人花大把钞票去买风水摆件，去庙里求发财金，却不知道家里最高级的风水就是你的父母。易经里讲，坤为地，代表母亲，厚德载物。你对母亲发火，就是亲手砸毁了你自己的地基，地基都毁了，你上面盖再高的金山银山也会瞬间倒塌。所以小暑前后，天气越热，你越要修心。遇到再烦的事情，深呼吸3次，喝口温水，把心火压下去，对太太好一点，对孩子耐心一点，对父母孝顺一点。家和万事兴，父母就是最大的现世佛。只要你家里充满了欢声笑语，那股祥和之气就是最好的聚宝盆，老天爷自然会把财富和贵人源源不断地送进你家门。各位乡亲，前面我们讲了家里的禁忌，现在我们要讲讲外面的规矩。这第4个大忌讳，老一辈人心里都清楚，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或者刚退休的中老年朋友往往不当回事，觉得是迷信。这个禁忌就是小暑前后天地气场大转换，那些阴气重，常年不见阳光，容易卡阴的阴暗地，你千万不要去凑热闹。大家可能会纳闷，小暑不是一年中最热阳气最旺的时候吗？怎么会有阴气呢？这就是易经里物极必反的深奥道理。老祖宗说，夏至一阴生，到了小暑，表面上看太阳毒辣的，要把地皮烤焦，但实际上地底下的阴气寒气已经开始悄悄萌动，暗暗生长了。这个时候，天地的磁场就像2支正在激烈打架的军队，阳气和阴气在剧烈交锋，整个空间的磁场是非常混乱，极度不稳定的。在那些荒山野岭、偏僻的水库深潭，或者是长久没有人住的废弃空屋里，平时就缺少人气。到了小暑这个时候，这些地方就成了那些杂乱阴气煞气最喜欢聚集的大本营。你的身体如果在前几天贪凉吃冰，阳气本来就弱，这时候你再跑到这些地方去，那简直就是羊入虎口。外面的煞气瞬间就会冲破你的防线，把你身上的好运势、好磁场全部冲散。我讲一个发生在中南部的真实案例，大家当故事听，但里面的教训你们一定要记在心里。有个退休的林伯伯，今年62岁了。林伯伯这辈子没别的爱好，就喜欢钓鱼，而且不喜欢去一般的海钓场，专门喜欢骑着机车去那种深山老林里的野潭、水库去野钓，说那里的鱼拉起来有劲儿。林伯伯这人很铁齿，什么风水磁场他从来不信这一套。前年小暑那天的傍晚，天气闷得人透不过气，西边的太阳快下山了，天边红得像要滴血一样，那种红光照在黑沉沉的山林里，对比非常强烈，看着就让人心里发毛。林太太当时在家里客厅看着电视，那种传统台湾家庭温馨明亮的灯光下，她心里总觉得不安，一直劝林伯伯，老伴啦，今天节气交替，外面闷得很，山里又黑，你今天就别去钓了吧。林伯伯哪里听得进去，背着钓竿，骑着机车就往山里的一个深水潭去了。那个深水潭三面环山，常年照不到什么阳光，潭水绿得发黑。林伯伯到了地方，把钓竿架好，天色越来越暗，周围静得连个鸟叫声都没有，只有偶尔水面扑通一声。大概到了晚上8点多，
本来闷热的天气，突然平地刮起一阵风，那风不是凉风，而是一股带着水腥味、冰冷刺骨的阴风。这股风嗖的一下从林伯伯的后脖颈子灌进去，他瞬间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整个人冷得直打哆嗦，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就在这个时候，水里的浮标猛地一沉，林伯伯以为是大鱼上钩了，激动地猛一拉竿，结果那股力量奇大无比，根本不像是鱼。林伯伯脚下一滑，踩在了长满青苔的湿滑石头上，哎呦一声惨叫，重重地摔在地上，脚踝当场就扭成了畸形。深山老林，手机连讯号都没有，林伯伯硬生生的在那个阴冷的水潭边，忍着剧痛爬了1个多小时，才爬到有讯号的路边，打通了求救电话。等救护车把他拉回家，林太太看到他的时候，魂都快吓飞了。林伯伯不仅脚踝肿得像个大馒头，整个人还在不停的发抖，嘴唇发紫，眼神都是直的，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恍惚的半昏迷状态。林太太懂一点相学，她知道看一个人的根基和气数，要看手腕上的横纹。她抓起林伯伯的手一看，当时倒抽了一口凉气。平时林伯伯的手腕线虽然有劳作的沧桑，但颜色是正常的肉色。可那天晚上借着家里的灯光，林太太清清楚楚地看到林伯伯那几条手腕线的周围竟然蒙着一层灰黑色、青暗色的晦暗之气，摸上去冰凉刺骨，这就叫煞气入体，根基动摇啊。林伯伯回家后连着烧了3天3夜，吃退烧药都没用，最后还是林太太赶紧去相熟的大庙里求了平安符，请师父帮忙祭改收经，又找了老中医用艾灸熏他的大椎穴和脚底的涌泉穴，硬生生用纯阳之火才把他体内那股在深潭边沾染的阴寒煞气给逼出来。各位乡亲，大自然的力量是极其可怕的，你不敬畏它，它就会教训你。小暑节气前后这半个月，听我一句劝，太阳下山以后尽量待在家里，陪陪老伴孩子，享受一下家里的温馨人气。那些深山老林、水库野塘、废弃的空屋子、地下室，能不去就绝对不要去。如果你非要去，或者你的工作必须要去这些地方，请你记住，出门前穿一件亮色的衣服，身上带个平安符，或者在口袋里装几枚5帝钱、金元宝形状的小挂件。这不是迷信，这在易经里叫用阳气、用精气来压制阴煞，稳住你自身的磁场，别让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进你的身。各位，前面我们把小暑前后的4大禁忌讲透了，那是教你们怎么避雷，怎么闪煞气，但是光躲还不够，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还要懂得怎么顺应天道，把身体养好。接下来我要手把手教大家小暑的2大养生法宝。这第一大法宝就是穿衣法则。我们先来聊聊每天都要做的事，穿衣服。很多人一听肯定要笑，哎呀，穿衣服还要你教吗？夏天热，不就是穿得越少越凉快，衣服越薄越好吗？各位，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夏天穿衣，如果不懂阴阳五行和经络胃气的道理，你穿在身上的就不是衣服，而是困住你气血的塑胶布，是把你逼出病来的湿毒症。中医里有一句至理名言，叫汗为心之液。小暑时节，天气闷热，人体的心火极其旺盛，身体为了自我保护，就会通过流汗来把体内的热毒和废气排出去。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就是你身体最大的呼吸器官，你全身的毛孔都在张大嘴巴喘气。可是现在市面上充斥着大量便宜的化学纤维衣服，什么聚酯纤维、尼龙排汗衫，这些衣服摸起来滑溜溜的，看起来挺亮丽，可是它们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不透气、不吸汗。当你大热天穿着这种衣服走在外面，你体内的热汗往外冒，却被这层不透气的布料死死地捂在皮肤表面，这就叫闭门留寇，汗水排不出去，又退不回来，直接在你的皮肤表层郁结成了极其顽固的湿热之毒。时间一长，不仅浑身长满红疹、湿疹，这股湿气还会顺着你张开的毛孔往里钻，侵蚀你的关节，让你整个人像背着一座山一样沉重疲惫。我给大家讲个身边的真事，你们听听看有没有自己的影子。我认识一位张阿姨，今年58岁。张阿姨是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每天早晚都要去社区公园里跟老姐妹们跳土风舞，练赞美操。为了跳舞好看，
他特意去夜市上淘了好几套那种颜色特别鲜艳、亮闪闪的紧身舞蹈服，老板跟他吹牛说是冰丝的，穿得凉快，其实呢全都是劣质的聚酯纤维。去年小暑前后的一个傍晚，闷热无风，张阿姨穿着她那一身紧身的红裙子去公园跳舞，一曲接一曲的跳下来，她浑身是大汗淋漓，可是那衣服根本不吸汗，汗水全贴在背上、胸口上，黏糊糊的贴着肉，风一吹，衣服像一层冰冷的塑胶布一样裹在身上。张阿姨当时就觉得身上一阵一阵的发冷，背上隐隐发痒。当她跳完舞回家，脱下那身衣服去洗澡的时候，灾难发生了。她发现自己的后背、腰部还有大腿内侧密密麻麻的长满了一片片的红疙瘩。那种痒不是普通的痒，而是像有10000只小蚂蚁在你的骨头缝里爬，钻心刺骨的痒。张阿姨控制不住的去抓，越抓越痒，抓得鲜血直流，皮皮肉肉都烂了，那股血火还在往外冒。到了半夜，这股湿热蕴结的毒气彻底爆发。张阿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浑身燥热，关节又酸又痛。她老伴看她难受成这样，赶紧连夜带她去挂急诊。西医给开了类固醇药膏，涂上去当时是不痒了，可第二天药效一过，红疹发得更凶。后来找到我这里，我一看她的舌苔黄腻的像涂了一层厚厚的烂泥，这就是典型的湿毒困脾。我问她，你是不是穿着不透气的紧身衣服流整身汗了？张阿姨眼泪都掉下来了，后悔的拍着大腿，老师啊，我就是为了图好看穿了那个什么便宜舞蹈服，谁知道把我这把老骨头折腾去半条命啊。后来我给她开了清热利湿的中药，外加苦参、蛇床子熬水洗浴，足足调理了1个多月，那钻心的痒才慢慢退去。但张阿姨因为这场病整整瘦了一大圈，元气大伤。各位听了张阿姨的故事，你还敢乱穿衣服吗？小暑时节穿衣服一定要守住3大法则。第一是材质必须是纯棉纯麻，棉花和亚麻最亲近人的皮肤，能瞬间把汗水吸走。宁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衫，也绝对不要穿一件不透气的新化纤。第二是版型一定要宽松，衣服要给身体留有余地，让气血能够顺畅运行。紧身的衣服会压迫你的经络，阻碍气血循环。第三是死守大椎穴。中老年朋友不管天气多热，只要你准备进冷气房或者去传统市场买菜，千万记得在包包里备一条薄薄的纯棉纱巾，或者穿一件带领子的薄衬衫，把大椎穴给挡住。大椎穴是统领全身阳气的总督，守住大椎就是守住你夏天的半条命。说完了穿衣，我们再来谈谈这第2大养生法宝，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环，饮食秘诀。俗话说病从口入，到了小暑，这句话就不只是说说而已，它是真人要命的规矩。很多乡亲有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觉得夏天流汗多，体力消耗大，所以要补，要大鱼大肉的吃回来。吃完满头大汗怎么办？再来半颗从冰箱里拿出来冰到骨子里的花莲大西瓜，觉得这样才是享受人生。各位，如果你也是这种吃法，我今天必须毫不留情的敲醒你，你这不是在享受，你这是在拿刀子一刀一刀的割自己的脾胃，你是在透支你的生命。小暑的饮食必须把清淡保味放在第一位。我送给你们3个字：苦淡温。第一是苦，中医讲苦味入心，小暑心火旺，多吃点带苦味的食物。第二是淡，长夏要养脾，脾最喜欢甘淡，千万不要吃油腻重口味的东西。第三是温，这是最关键的。我直接给你们开4副小暑前后的食疗平安方。这4样东西就是老天爷赏给我们的防暑宝贝。第一宝，冬瓜，它是夏季补水第一瓜，身体的清道夫。夏天一到，阳气全往外跑，肚子里头反而是空的虚的，这个时候性凉的冬瓜就是最好的平衡器，它能帮你把体内的下水道清得干干净净，让那些毒素和多余的水分顺着小便排出去，大大减轻肾脏的负担。喝一碗清淡的冬瓜汤，心中的无名火瞬间就消了。但冬瓜性凉，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吃的时候记得加2片生姜进去，中和一下。第二宝，绿豆汤，它是清热解毒的灭火器，但切忌贪杯。绿豆是中医里出了名的解毒高手，你在外面晒得头晕眼花，回到家喝一碗常温的绿豆汤，
那种口渴心烦的感觉马上就能压下去。但是绿豆汤好喝，千万不能当水一样猛灌，更不能喝冰镇的，特别是那些脾胃虚寒、手脚常年冰冷的人，喝多了反而会伤了脾胃的根基。第三宝，生姜，它是3伏天的还魂汤，能逼出体内寒湿。俗话说得好，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夏天大家贪凉，冷气直吹，冷饮猛灌，脾胃早就冻成了冰窖。这个时候生姜就是来救命的。大家在家里可以自己熬一锅热腾腾的姜枣茶，用生姜的纯阳之火把你脾胃里的寒湿之气全部化解掉。不过如果你本来就容易上火，阴虚内热，那生姜就要少吃点。第四宝，南瓜，这是温养脾胃的黄金圣品。南瓜性温，入脾胃经，小暑这个时候脾胃是最脆弱的，吃点南瓜就像是给脾胃穿上了一件保暖的衣服。南瓜能温养脾胃，帮你把吃进的东西更好的消化掉。南瓜里满满都是膳食纤维，夏天因为燥热上火排便不顺畅的人多吃南瓜，保证肠道通畅。我再讲一个我过去看过的老病患郭阿伯的故事。郭阿伯62岁，以前是做建筑工程的，年轻的时候干体力活，胃口很好，食量很大，最爱吃的就是那种肥瘦相间的大块控肉和卤猪脚，配上一大碗白饭。退休后体力消耗少了，但他这口腹之欲却一点没减。有一年小暑，天气热的人心里发慌，郭阿伯傍晚散步回来，热得一身汗，他老伴刚好卤了一大锅猪脚，香气四溢。郭阿伯一高兴，一口气吃了2大块肥腻的卤猪脚，扒了一大碗饭，吃完觉得浑身燥热，又从冰箱里抱出半颗冰得透透的花莲大西瓜，一直吃到打着响亮的饱嗝才去睡觉。结果到了凌晨3点多，郭阿伯被肚子里一阵翻江倒海的剧痛给惊醒了。他感觉肚子里像有千万把刀子在绞，冷汗瞬间湿透了睡衣，送到医院连挂了3天点滴，命是保住了，但郭阿伯的脾胃彻底垮了。那段时间郭阿伯连喝口水都觉得胃胀，每天吃不下饭，浑身酸痛无力。一个原本健壮的老头，短短1个月瘦了10几公斤，精神彻底萎靡了。他坐在诊室里，握着我的手，颤巍巍地说：老师啊，我就是贪那一口嘴瘾，怎么就把自己搞成这个鬼样子了？记住我的话，小暑前后管住嘴，少吃1口冰，少吃1块肉，多喝1口热汤，善待你的脾胃，它才会为你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各位，今天我在这里苦口婆心跟你们讲了小暑前后的这4大禁忌：不喝冰水保脾胃，不吹贼风保关节，不发脾气保家财，不去阴地保平安，还给大家送上了日常的穿衣和4道食疗平安方。这几个规矩你只要守住了，你下半年的身体和运势绝对不会差。这是我们打底的基本盘。前面讲了这么多避开坏运气养好身体的方法，最后我要来教大家怎么把好运气好财气主动招进家门。这也是我研究易经命理大半辈子总结出来的最高天机。老祖宗说得好，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这世间最顶级的风水根本不在外面，而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心里。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人心。你看看我们传统的台湾家庭，最让人感动最能招财的画面是什么？是傍晚吃完饭，一位老母亲安详地坐在客厅的实木沙发上，旁边是孝顺的儿子媳妇孙子在旁边跑来跑去，大家和和气气，有说有笑。儿子端一杯温热的茶给妈妈，妈妈笑着拍拍儿子的手。各位，这幅画面就是世间最强大的聚宝盆啊！这种充满了爱、孝顺、包容的家庭磁场，它是金光闪闪的，是任何邪气、晦气都打不进来的。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当你心存善念，不急不躁，多替别人着想，哪怕别人得罪了你，你也能一笑置之；哪怕生活再难，你也能咬紧牙关，对家人和颜悦色。这个时候，你体内的气血是通畅的，你散发出来的磁场是温暖的。老天爷在天上看着，财神爷在旁边看着，他们最喜欢去哪种人家？就是去这种和气善良的人家。你的善念会不知不觉改变你手上的掌纹，会改变你的面相，更会彻底翻转你的命运。所以向内
去求一求你自己的良心，做一个厚道的人，做一个善良的人，这就是你留给子孙后代最大的财富。各位，宇宙之间是有能量共振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大磁场。你嘴里说出来的话，你心里发出来的念头，都会形成一股力量。今天我们有缘分在这里透过影片相聚，这就说明我们的气场是相合的。现在我要邀请正在看影片的每一位朋友，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你的善言和祈福。这就像我们在庙里点一盏光明灯一样，你可以留言写下心平气和，平安度夏，愿全家老小健康平安，财源广进。你千万不要小看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当你敲下这些字的时候，你就是在向宇宙发出一个正向的愿望。而当大家都在留言区留下这句祝福的时候，我们的留言区就会汇聚成一个极其强大的正能量爆棚的祈福大磁场。你的一句善言不仅是在为你自己和家人祈福，也是在祝福每一个点进来看留言的陌生人。老天爷最疼爱愿意给予善意的人。好了，今天的小鼠开运指南我们就讲到这里，祝愿大家顺应天时，百毒不侵，顺顺当当。我们下次再见。